人生节点就是会是一些东西让你一步步推着你走到现在的这些选择。人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按照社会的一个对你的定义来走，比如说社会对你的定义就是说你要考好大学，你要上大公司，要拿高薪。其实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你主要是你要活得开心，然后你自己去追求你自己人生意义。其实从本质上来说，我一直希望追求的人生，它是更加自由的一种人生。我是尤一彤，今年35岁，出生于大连，然后在18岁的时候呢，离开大连到武汉去读书，然后在武汉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然后后来呢去了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大学，然后学习国际关系相关的专业，然后毕业之后呢，就在媒体和互联网公司工作了差不多10年左右吧，然后是从前年的时候。然后前年差不多5、6月份的时候来到赤水这个地方，然后在这边呢也认识了我现在的合伙人，然后包括觉得这边的各种潜力都比较大，景色也比较好，于是我们从去年4月底的时候开始接了这边一个露营地的项目。就是我最开始的时候毕业了之后是从事新闻媒体相关的工作，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最开始第一份工作是在搜狐网，当时的领导呀，包括团队，大家都是还是那种以前的老媒体人，比较有新闻理想的那一拨人，就包括后来我们到梨视频了之后，我觉得大家其实也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离开梨视频，然后到了一家互联网公司，那个时候的一个工作性质吧，就是从一个比较偏媒体内容方向，就转向了一个内容运营这样一个方向。然后我感觉，像在媒体的工作呢，和互联网的工作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媒体人里面啊，大家都感觉他很有新闻理想的这样一批人，就是会总是有一些情怀。但是像在互联网公司的，大家就是我们就好好工作，哎，就是很多东西都是按照流程来，然后他的那个。就是 ROI 的收益是怎么样的，都是这样一种方式。我开始在这边做一个露营地，其实无论是我的朋友还是家人，他们都会有觉得有点诧异吧啊，都会有点诧异。很多人，比如说像我从前年的时候来到这儿，然后从去年的时候决定在这儿，动不动就会有朋友跟我说，哎，你现在还在那儿吗？我还以为你又回去工作了。他们都不相信说，哎，我能继续在这儿待下去。其实我觉得这个选择它会有一定的一个必然性和一个偶然性。对于在互联网工作，大家都有一个什么35岁的年龄危机，然后会觉得说，好像35岁之后，如果说没有达到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职位，或者就可能面临职业上的一个危险吧。然后再就是说，我会感觉到就是一直在这个大公司上班会有一些不自由。然后我希望说我自己的人生可以说有更多的自由度。然后在我差不多前年的时候嘛，前年那个时候其实我确实工作也不是很开心的时候，当时正好我看一本书，就是有一本书叫《每天工作4小时》。他讲了一个想法，就说实际上人们每天并不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在每天坐在办公桌前去一直工作，因为其实你只需要每天花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完成你必要的工作了。第二个就是说，人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按照社会的一个对你的定义来走，比如说社会对你的定义就是说你要考好大学，你要上大公司，要拿高薪。其实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你主要是你要活得开心，然后你自己去追求你自己人生意义。多一些，我觉得这里哪怕是我以前的时候去旅行的一些地方，我感觉我从来没有在乡村这样生活过，然后从来没有说晚上的时候我在这儿说看到满天的繁星呀，然后早上像我们平时吃的蔬菜，然后很多都是自己种的，然后像是
我们的猪肉都是自己，就很多都是农户家自己养的，这个就感觉跟我以前的生活非常的不一样。然后我觉得那个姐姐的一种经历呢，她更多的就像是，我觉得跟我经历跟我的感受非常契合。她是一种一直在城市里面生活的，被城市那种比较繁杂、比较压力所包围的人，来到这种乡村之后，感觉到非常释放、非常洗涤的一种感受。所以我觉得这个感受是很特别的。我再跟你说，赤水跟其他地方有一点不一样，就这里面不是有很多的古镇吗？这种古镇就是比如说像秉安古镇，你如果去像我们传统的那些江浙那边的古镇，它很多都是比较商业化的。但是你去那个赤水这边秉安古镇，你会看到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商业气息，就是一个小镇上，然后就是农民自己，就是或者是他就是那边住户自己拿出来东西在旁边卖一卖，我会感觉到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然后这种感觉会让我感觉脱离了以前的那一种比较喧嚣、比较有压力的一种生活。我觉得这里除了这个之外呢，它还给了我一些更多的自由。就比如说啊，我们这边其实淡旺季很明显的，像是旺季的时候我就肯定是很忙的，但是像现在的淡季，其实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空间，我可以在这儿做自己喜欢的任何事情。然后我每天来了之后，我去转一转，我去散散步，然后我在这儿忙忙我自己的一些工作，然后我去看看我自己喜欢的书，我自己想研究一些什么领域啊，想学点什么新的东西，我只不过是借助了这样一个空间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是很幸福的。我们张家湾汽车露营地的地理位置其实非常的好，它是在赤水河谷国家级旅游公路这个上面。然后呢，它的这个位置这个地方是，你可以看到这整个它基本上离各个景区都是很近的。它从赤水市区开车过来半个小时的路程。然后如果说你从赤水市区要到赤水的大部分的景点，基本上都要经过这里。我们这个露营地呢有22个标准化营位，然后每个营位都会配有一个水台、一个电桩、一个露营的搭帐篷的木台，然后并且呢营地会配有淋浴间，然后餐厅，然后还有民宿。其实从本质上来说，我一直希望追求的人生，它是更加自由的一种人生，然后我自己也在往这个方向上去努力。然后其实现在张家湾露营地这个地方，也是我往这个方向努力当中的一小步。然后其实我不知道接下来未来会是怎么样的，我是否是会成功，然后我是否会朝着我自己想要去前进的方向能够达成，但是我会在这个路上一直往前走下去。